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妈以死相逼，要我嫁给她指定的人。婚礼结束后，婆婆拿走所有红包，让我俩自己想办法结账。我老公两手一摊，我借了100多万网贷，还等着你帮我还呢。我捏紧外套口袋里的躁郁症诊断书，脑子里闪现了把人弄死的100种方法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婚礼终于结束了，宾主尽欢。我和老公周琦在酒店大堂被拦下。周先生、周太太，这是婚礼的账单，扣除预付款，尾数是12.888。2位是扫码还是刷卡？我往后看，宴席厅里空无一人，公公婆婆早就走了。周琦，你给你妈打个电话，她是不是把这事儿忘了？婚礼所有开销由男方负责，这是早就商量好的。周琦脸色有些难看，他把我拉到一边，低声跟我说：“莹莹，这个点妈应该睡了，你先把账结了吧。”我摇头，我没钱。周琦不信，你怎么可能没钱？我说，你妈可以8点半就睡，我怎么就不能没钱？周琦深呼吸，试图对我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莹莹，我们结婚了，就是一家人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呀。我点头，有道理，所以我们别妨碍别人下班了。乖，先把账结了。我摇头，我没钱。周琦咬碎了后槽牙，掏出手机给他妈打电话：“妈，你怎么没结账就走了呢？”我婆婆的声音从手机里传过来，背景里还有搓麻将的声音。苏莹莹自己送上门的，我没叫她倒给钱，都是我这当婆婆的仁慈，多大脸要我花钱娶她过门。还有今天的红包钱我收了，反正她那么能挣钱，也不缺这3瓜2枣。忙音传来，婆婆挂了电话，周琦的脸黑了。经理适时上前几步：“周先生、周太太，扫码还是刷卡呢？”周琦伸手一指：“我太太刷卡，我们家的钱都在她那里。”我震惊地看他，他不自然地把头扭到一边，悄悄后退2步。经理把刷卡机伸到我面前：“周太太，请您出示一下您的银行卡。”我问经理：“如果赖账会怎么样？”经理的脸色变了，他紧张地朝后面打了个手势，保安迅速堵着门：“周太太，酒店会报警。”我两手一摊：“我没钱，如果周先生坚持不付钱的话，你们报警吧。”周琦本来已经默默地退到角落里，一听我的话，他急了，3步并作2步冲上来，用力拽着我的胳膊：“苏莹莹，你好歹是个有头有脸的医生，你都不在乎你的名声吗？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这点钱都舍不得掏。”我拼命控制了一晚上的情绪，突然崩了，扬手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随后扛起旁边的椅子，用尽全身力气往他头上砸过去。一声巨响，椅子碎片散落一地，血从周琦的额头流下来。我红着眼睛还要冲过去，经理和保安见势不对，赶紧冲过来把我俩拉开。酒店报了警，一串人全被拉到警察局。我缓不过来，内心暴躁，还是很想揍他，咬着牙自己找了个角落蹲着，全身颤抖。周琦进了警察局，秒怂。警察问他几句，他赶紧起身到旁边给他妈打电话。我刚好蹲在拐角，他的话清晰地传进我耳朵里：“妈，你教我的方法没用啊。”苏莹莹她软硬不吃，就是不掏钱。酒店报警了，你快过来，警察局数我，快点！血轰一下涌到脑子里，我全作一团，低头用力咬自己的小臂，直到口腔里弥漫起血腥味，脑海里的暴力感才逐渐消散下去。
我婆婆很快赶到，当着警察同志的面付清酒店的尾款。至于我和周琦的事，我一口咬死是夫妻矛盾。警察同志批评教育了几句，把人都放走了。婆婆白了我一眼，转身往外走。我一声不吭，跟在他们后面，直勾勾盯着前面的两母子，手在口袋里用力捏紧我的诊断书。那是昨天我们医院的权威，全国精神学界的泰山北斗，亲自给我做了评估后给出的诊断：双向情感障碍。确诊的时候，我竟如释重负，毁灭吧，全都毁灭吧，这世界很好，下辈子不来了。跟着周琦母子回到周家，我默不作声地拖出我的行李箱，往里收拾衣服。婆婆大呼小叫的在客厅里给周琦处理额头上的伤口。我拖着行李箱路过客厅，两人对视一眼，迅速起身拦住我。贱蹄子，进了我老周家的门还想走？婆婆一边说一边伸手拉扯我的行李箱。周琦逼上前，拦腰抱起我。婚前装清高，不给老子碰，今晚光明正大了，看老子弄不死你！懦弱的公公看着这边闹成一团，竟躲回房间去了。周琦和婆婆两人拖着我往房间走，我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，终于被拖到房间门口。婆婆松开手，一脸猥琐地拍拍周琦的胳膊：“儿子，看你的了。”周琦嘿嘿笑着，架起我两边胳膊，用力想把我拖进去。趁着婆婆松开手，我腰腹用力，迅速缩起腿，手穿过裙摆，扯出一张带血的姨妈纸，反手糊到周琦脸上。周琦，血染银枪的福分，你要不要啊？姨妈纸带着特有的腥味，擦过她的脸，挂在她的衣襟上。我看着婆婆和周琦两脸懵逼的样子，爽呆。我们这里有个迷信说法，男人碰到女性经血会变得不幸。婆婆尖叫着扑向我：“苏莹莹，你这个疯子！”我面无表情地指着周琦的额头，意思很明显，牛高马大的周琦也被我揍成这样，你确定要以暴制暴？果然，在婆婆的巴掌即将挨到我的脸时，她硬生生地停下来，像只青蛙似的被气得胸口一股一股的直喘粗气。我自顾自地走过去，拖起我的行李箱，回头看一眼黑着脸的两母子，咧开嘴笑了，转身离开。在门关上的最后一刻，我听到周琦气急败坏的大吼：“苏莹莹，很快你就会回来求我，可去他妈的！”我找了个5星级酒店住下，向前台预约了送餐服务后，手机关机，蒙头蒙脑睡了3天。变数太多，我一下子不知道先接受哪个。我跟周琦不熟，他是2个月前我妈硬塞给我的。那天我有一台难度很高的手术，做了差不多10个小时，从手术室出来几乎虚脱。看到我妈30几个未接来电，吓一跳，赶紧给她回电话，才知道她要给我安排相亲。二话不说挂了她电话。我行尸走肉般回到自己家里，洗了澡，吃了外卖，倒头便睡，直到被我妈的砸门声吵醒。我妈带着周琦上门，要求我跟他先谈恋爱，2个月后结婚。我翻着白眼骂他神经病，当着他的面甩上门，回房继续睡觉。第2次，我是被警察拍门吵醒的。我妈爬上了天台。那是第1次，我清晰地感觉到有一股暴力的气息在体内乱窜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想毁掉这一切。理智拼命拉扯着我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妈在围栏边摇摇欲坠，扔下一句随你便下了楼。我知道自己生病了，可是我的手术一台接一台，慕名前来找我的人太多了，我不忍心看他们绝望的眼神，所以拼命勉强自己，加塞了一台又一台的手术。
我根本就不记得有周琦这个人，直到我妈通知我婚礼日期，以死相逼压着我和周琦去领了证。然后我被觉察到不对劲的领导强硬拉着去做了检查，确诊双向情感障碍。最后，我的婆婆和丈夫一起算计我，想让我自己掏钱娶自己。这世界可真操蛋啊！虽然请了假，但我还是放心不下我的病人。睡了3天后，爬起来打开手机，想问问病人的情况。一开机，手机疯狂震动，不断有短信进来，终于震停了。点进去一看，一水儿的催收信息，我一头雾水。作为一个有名气的医生，我收入不低，没时间花钱，所以我没有任何贷款，连信用卡都没有，房子车子都是全款买的。仔细看了看，五花八门，什么平台都有。终于在一条不起眼的催收信息中，我发现我是周琦的紧急联系人，他的贷款他逾期了，我是紧急联系人。我的火气噌地窜起来，从我妈的微信信息里翻出他的号码，给他打过去。关机了，关机了，1秒都不能等。我收拾清楚，出门直奔周家。周家住的老小区，隔音非常一般。我站在门口，正要敲门，里面的说话声传出来：“妈，你确定这样真的可以？妈还能害了你不成？你们登记了。”所有的贷款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，在法律上，那个贱蹄子是有义务和你一起还的。如果他就是不还呢，那法律就会强制执行，用他名下的资产抵债。他那么有名的医生，名下还能没点资产？你贷出来这100多万已经转到我名下了，他的资产用来抵债了，这些钱不就是你的了吗？母子俩嘿嘿嘿地笑起来。我站在门口，手脚发冷。我没奢求过相濡以沫，但我以为最起码可以相敬如宾。我有心理准备，我妈选的人靠谱不到哪里去，但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我妈给我选了一窝子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。血往脑子上涌，我抬脚砰砰砰地踹门。谁呀？周琦一边问一边拉开门，看到站在门外的我，他心虚地后退2步，随即上前1步，伸手扯住我的头发，把我往屋子里拖。我冷眼看他把门关上，反锁好之后，缓缓地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美术刀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周琦甚至没反应过来，僵硬地站着看我撩起他的衣服。美术刀划过肚皮，伤口处先是冒出一颗一颗的血珠，随即汇聚到一起，慢慢往下渗，最后没入他的裤腰，如湿一片。我是优秀的外科医生，力度掌握得刚刚好，浅一厘则无关痛痒，深一厘则皮开肉绽。这个刚刚好的力度下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肚皮被划破，血流如注。一个1.8米的大高个吓得失声痛哭：“妈妈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救我！”尿骚味传来，有黄色液体顺着她的裤腿滴到地板上。婆婆站在我们不远处，惊恐地看着这一幕。我咔嚓咔嚓地玩着美术刀，歪头看着她笑。她站在原地，抖得跟筛糠子似的，腿却不敢再往前挪动1步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站在我面前的2个人，谁先说？周琦脖子一梗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网贷了130多万，还不起了，你得帮我还。我的美术刀转向婆婆，你说，婆婆见的世面确实是比周琦多一些，最起码没有漏尿，这就很棒。她扔了一张协议书在我面前，你自己看吧。我低头看过去，箩筐大的字，歪歪扭扭，去到哪我都不会认错。我妈的字，我自愿把我女儿苏莹莹嫁给周琦。2人结婚后，我欠徐美英的48万3200元一笔勾销。徐美英就是我婆婆。我掀起眼皮看她，
他为什么欠你这么多钱？他撇撇嘴，还能有什么理由？打麻将赌3公输了呗。人菜瘾大，深深的无力感朝我席卷而来，窒息般的疼痛让我呼吸不过来，失魂落魄地离开周家。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不觉走回我妈家的老小区。她正蹲在凉亭里看别人打牌，手边放着一小堆筹码牌，把她扯出凉亭。我面无表情地对她说：“我要离婚。”啪！众目睽睽之下，她扬手打了我一巴掌，清脆的巴掌声惊到了凉亭里打牌的人，他们纷纷过来劝架：“跟孩子置什么气？有话好好说。”我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他指着我的鼻子呵斥道：“你敢离婚，你就当你妈死了，烂你也给我烂在周家！”我突然笑出来：“所以你把我卖了483200块，对吗？我爸死得早，从高中开始我没再花你1分钱，大学开始我挣钱给你花，你的房子车子都是我给你买的，现在你还要把我卖了，给你还赌债，对吗？妈妈。”我妈愣了一会儿，突然恼羞成怒，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嚎啕大哭：“邻居们，你们都帮评评理呀！”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她拉着打，结婚要一点彩礼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她竟然帮着老公家要钱来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呀！当年我真应该直接把你掐死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盼头啊？我不如死了算了。说完，他爬起来，作势要往凉亭的柱子上撞。我拉住他，看着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得意，一字一顿地跟他说：“别死，好好活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”我向医院请了假，搬回周家，给周琦2万块钱，让他先把这个月的账单还了，明确告诉他们我生病了，暂时不打算跟周琦同房。别惹我，好好过日子。看到钱，全家人对我的态度都好了不少。我每天跟着婆婆早起去菜市场买菜，本来一切都好好的，直到有一天，她带着我路过一个卖活鸡的摊位，老板正在杀鸡，一抹鸡脖子，鲜红的血喷涌出来。我站在摊位旁边，挪不动道，安静的一直看老板抹脖子。婆婆转了一圈菜市场回来，看我还站在原地，奇怪地问我：“杀鸡有什么好看的？”我笑：“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伸手去掏老板装鸡血的盆子，满手的鸡血抹在婆婆脸上，真好看。我双眼无神，脸上带着诡异的笑，满手粘稠的鲜血。婆婆被吓到了，她尖叫着往后退，撞到旁边摊位的鸡笼子才停下来，顾不上后背沾上满身鸡屎，她哆哆嗦嗦地指着我：“苏莹莹，你发什么疯？”我伸手接过婆婆手里的菜，另一只手牵起她：“妈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”婆婆的手在我的手心里疯狂打着颤，她怕得不行了。我心里冷笑，等着吧，这才刚开始。回到周家，婆婆紧张地躲在周琦身后，把菜市场里发生的事添油加醋地跟周琦描述了一遍。周琦把他妈护在身后，皱着眉看我：“苏莹莹，你别发癫。”我微笑地掏出美术刀，看向周琦，嘴里继续念叨着：“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。”周琦也害怕了，他没敢再说话，推着他妈去做饭，自己躲进房间里。晚上，他们一家3口躲在公公婆婆的房间里，嘀嘀咕咕地商量。周琦：“妈，我总看着他有点不对劲啊。”婆婆：“他那个眼神太吓人了。”周琦：“妈，我想离婚。”婆婆一巴掌拍在周琦脑袋上：“富贵险中求。他现在愿意掏钱，你就给我忍了。”好家伙，真是猪一样的对手。从那以后，我有事没事就喜欢在家里晃悠，一边晃
手里一边做着抹脖子的动作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。婆婆没办法了，经常叫周琦陪我出去走走散散心，别整天窝在家里。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银行，在银行门口一蹲就是半天。周琦问过我有什么好看的，我说这里好多钱啊，以后我没钱了就来这里抢。晚上周琦又跟他妈嘀咕上了这事，他真心的觉得我的精神可能真的出问题了。婆婆大手一挥，不可能，他吓唬你呢，他那么出名的医生，如果精神真的出问题了，医院早抓着他去治疗了，怎么会放他在外面乱晃？你再忍忍，先把他的钱搞到手再说。周琦是个妈宝男，婆婆下了定论，他也没敢再说啥，陪着我一天天地在银行门口蹲。不知不觉的，他没有再试图纠正我说要抢银行的说法，有时候甚至跟我探讨几句要怎么抢，胜算才比较大。我和他蹲在路边，神神叨叨的把抢银行的计划给完善了。很快7月14到了，前一晚婆婆就叮嘱我，第二天要早起去菜市场买鸡，要杀鸡拜祖。杀鸡呀，我喜欢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婆婆起床打开房间门，被眼前的情景吓得全身发抖，尖叫声堵在嗓子里，最后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听到动静爬起来的周家父子俩也同样被吓得脸色发白。客厅里东一只西一只扔着被抹了脖子的鸡，有的死透透了，有的还在挣扎。墙壁上、地板上，甚至天花板上布满了喷射状的血迹，搭配着从窗口照进来的蒙蒙的光，怎么看都像杀人毁尸现场。公公终于硬气了一回，当机立断报警。警察赶到现场，同样目瞪口呆，前前后后把屋子里每个角落都检查了一番，确定全部血迹都是鸡血。他们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后，语气婉转地提醒周家人，可以带我去医院做个精神方面的检查。当着警察同志的面，我面无表情地把我的诊断报告拍在桌子上，不用检查了，我就是有病，精神病。周家人疯了，几个人像被喂了屎一样，一脸便秘的表情，又不敢过来骂我。他们缩在血迹略少一点的餐桌边上，顾不上才早上7点多。婆婆疯狂给我妈打电话，如我所料，连续打了10几个电话才接通。婆婆对着她的手机咆哮：“吴桂芬，你他妈把个神经病嫁进我周家，你快过来把人领走，还钱！”不知道我妈说了什么，婆婆被气得脸色通红，血压飙升，扑通一声，直挺挺朝后倒。父子俩手忙脚乱，把婆婆送去医院。我悠哉悠哉地回房，美滋滋补了个回笼觉，直到被周琦敲门吵醒。他站在门口，礼貌地问我方不方便起来聊聊。我蓬头垢面地爬起来，坐在血淋淋的客厅里，笑着看他。他要离婚，终于轮到他说要离婚了。我当然不同意，他急了，跳起来说我隐瞒重大疾病，这属于婚姻欺诈。如果我不同意，他要去法院起诉，撤销我们的婚姻关系。我笑着往后靠在椅背上，欣赏他气急败坏的表情。周琦，你说巧不巧，你的网贷全部是在我们登记结婚后贷的，我的病也是在我们登记后发现的，所以谁也别怨谁，都有效。你的网贷我会捏着鼻子帮你还，我的病你们家也捏着鼻子忍了吧？不就是恶心人吗？谁不会呢？过了2天，我婆婆出院，虽然周琦已经把家里都打扫了一遍，但婆婆进门的时候还是惨白着脸到处看。我忍不住笑了，妈，没事，不用怕，鸡没有灵魂，他们不会半夜来找你。她的脸色终于缓和一点，
我悠悠地补上一句：“但我可能会。”从那天开始，周家人睡觉全都反锁着房门，没什么事，基本不待在家里，宁愿坐在小区楼下的健身器材上发呆。生病之后，我对睡眠的需求就大大的降低了，整晚睡不着。终于有一晚，被我逮到机会，公公半夜起床喝水，迷迷糊糊的回房。我认真听了好一会儿，没听到反锁房门的声音。我耐着性子又等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到凌晨4点多的时候，我给自己换了条白色的棉睡裙，把头发放下来，全部往前梳，拿起我的美术刀，悠悠地打开他们的房门，站在床边。自从被吓过一次之后，婆婆的睡眠就特别浅。果然，没用我等多久，婆婆翻了个身，突然睁开眼。我直挺挺地站在她的床边，手里咔嚓咔嚓地玩着美术刀。婆婆惊恐地往公公那边退，口齿不清的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公公也迅速醒过来，下意识想护住婆婆，却在碰到婆婆的下半身时，嫌弃地松开手，啧，又吓尿一个。我缓缓弯下腰，带着诡异的笑容，紧紧地盯着婆婆。美术刀在她脸上来回比划着，她僵硬着不敢动弹，带着哭腔求我：“莹莹，你放过妈，求求你，放过妈妈吧！你想要什么？你跟妈说，求求你了，放过妈妈吧！”我心满意足地收了美术刀，安静地坐在客厅里，等他们一家人穿戴整齐出来跟我谈判。婆婆在家里强势惯了，家里2个男人在她的压迫下不听我的话呀。她颤颤巍巍地起身回房去了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，直到她把额头磕出了血，我才开口说道：“我要周琦借的所有网贷钱转给我，签好离婚协议，婚前财产互不干涉，婚后借的网贷全部由周琦承担。只要能做到民政局上班，我就可以跟他去办理离婚手续。”周琦猛地站起来，想说什么，婆婆瞪了他一眼，她涨红着脸重新坐下。婆婆瘫坐在地板上，哭丧着脸。半晌，在我即将失去耐心的时候，她终于点了头。剩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。天亮以后，拿着签好字的离婚协议，先是去了银行，亲眼看着婆婆把130多万转到我账上，然后再去民政局把我和周琦的结婚证换成了离婚证。婆婆仿佛一夜之间老了10岁，精气神全泄了。从民政局出来，周琦搀扶着她一步一步地走远了。我两手空空地回了我妈家，毫不费力在楼下的麻将馆里找到她。听说我离婚了，我妈第一反应竟然是拿出她的手机，反复确认徐美英有没有给她打电话，再三确认没有，她才松了口气，继续一边气长城，一边跟她的牌友说：“你们都帮我留意留意，有没有人要找老婆，年纪不重要，50万彩礼，我保证他们马上可以结婚。”我站在他身后，费尽脑汁地想象着别人家的女儿如果离婚了，满身伤痕地回到家，爸爸妈妈该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从来没有被爱过，我想象不出来。深吸一口气，我拍拍他的肩：“妈，你起来，给我玩2局，赢了算你的，输了算我的。”那天我们玩得很尽兴，中途输了钱，在我妈的指导下又赢了回来。结束的时候，我妈高兴地哼着小调往家走，看我一路都跟着她，走到家门口，她才警惕地问我：“你还不回去？你不会要住我这里吧？”我点头：“妈，徐美英说那几10万算是彩礼钱，刚结婚就要离婚，彩礼钱是肯定要退还的。我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所以把我的房子赔给他们了。”我妈一拍大腿：“怪不得，怪不得！我就说徐美英怎么可能都不打电话催我要钱。苏莹莹，
你是不是傻？你的房子200多万呢，怎么就这样赔给他们了？我垂下眼眸，妈，就当是花钱帮你还债了，没事的，钱我还能挣回来。不过这段时间要住你这里了。这样吧，这段时间你打牌玩3公的开销，依旧是赢了算你的，输了算我的，怎么样？我妈这才勉强点了头。我就这样在我妈家住了下来，每天的任务就是陪她去赌博，赢了钱进她口袋，输了她直接大手一挥，叫别人来找我要钱。日子像流水一般，很快1个多月就过去了。这天在牌桌上，有个阿姨突然说：“哎，你们听说了没有？徐美英那个儿子，哎呀，就是你家莹莹的前夫。”我妈理着牌，漫不经心地应着：“怎么了？”“哎呀，可不得了了！昨天他去抢银行，被抓进去了。”一桌子人安静下来，纷纷问他怎么回事。从他唾沫横飞的描述中，我大概拼凑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周琦借了网贷还不上，被催收机构逼疯了，铤而走险抢银行，被抓了个正着。徐美英被刺激的中风了，瘫在床上，半身不遂。听说周琦被抓的时候，还满脸不可置信，嘴里不断重复着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明明每个步骤都推算过，怎么可能会失败？”牌友们纷纷可惜，明明周家的小日子过得还可以，怎么过着过着，最后落得如此下场？我借口上厕所，走出门外，抬头看着阳光明媚的天空，感觉冰冷的四肢百骸好像突然有了暖意滋生。原来这个世界还是有因果报应的，原来我救了那么多人，老天爷终是不至于一脚把我踩进烂泥里。我这荒唐的一辈子啊，或许还会有一线生机吧。我妈的钱流水一般的输出去，终于有一天，我告诉她没钱了，不但没钱，还倒欠了一屁股债。追债的人很快就要上门，我准备把她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抵出去还赌债了。我妈疯狂地尖叫起来：“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是赢多输少。”我两手一摊：“你赢的次数是多，但你每次赢的数目都少啊！每次都赢那3瓜2枣，每次输都是几万几万往外撒。我的存款都被你败光了，要不然何至于要卖房子？”我妈脸色惨白，跌坐在地上。半晌，她爬起来，要去找牌馆的老板明哥问清楚。我白着脸往后缩：“我不去。”看到明哥那凶神恶煞的样子，我都害怕。听说他混黑道的，手上还沾过血。你跟这样的人说得明白吗？我妈坐在地板上嚎啕大哭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啊？用这房子抵赌债，那我不是一把年纪了，还要流落街头？我再也忍不住了，骂道：“这能怪谁呢？如果不是你烂赌，我们家的日子怎么会过成这样？这些钱每一分都是你赌输出去的，你怎么还有脸怪别人？”我妈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：“苏莹莹，你快去找个人嫁了，用彩礼来还债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生你养你，你别不知感恩，你一定要保住这套房子。”如果说我的心里始终还留有一丝愧疚，到这一刻，我的心彻底凉了。房子最终还是被收走了。我给我妈在城中村里找了一间便宜的出租屋，1个月500块钱，预先帮她付了1年的房租。我告诉她，我要去大城市去找工作，争取赚更多钱，再回来帮她买大房子。我会每个月打1500的生活费到她的卡里，其余的我也没能力帮她了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千叮万嘱，一定要挣大钱回来，实在不行，嫁个有钱的男人也行。我连连答应。从他的出租屋离开后，我出门打车去了机场。去往机场的路上，手机银行提前进来一笔60多万的款项，卖我妈那套房子的钱
他确实输钱了，但并没有输掉一套房子。我把房子以市场价6折的价钱卖给了明哥，唯一的条件就是他要帮我演一场上门收房的戏码，转手就能赚几十万的交易。明哥自然满口答应。在陪我妈赌钱的这段时间内，我已经把自己名下所有的房子、车子全部变现。明哥这笔钱进来，我在这座城市已经没有任何的固定资产。到了机场，办完所有登机手续，我把手机卡扔进垃圾桶，毫不犹豫地登上飞往首都的飞机。确诊双向情感障碍后，我的身体条件已经无法再胜任在临床工作。我本意是要辞职的，院领导惜才，几经研究，决定让我转入幕后，专心从事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。恰巧此时，亲自为我做评估的陈教授接到首都一所医院的邀请，诚邀他到首都对双向情感障碍的治疗做进一步的探索研究。陈教授诚挚邀请我作为他的典型病人，与他一起前往首都。即使身处泥泞，我也明白这是上天给我递来了另一条阶梯。来到首都后，脱离了原来那个让我窒息的环境，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。另一方面，积极配合治疗，我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，情绪波动也越来越少。这时，首都一家医院辗转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，向我伸出橄榄枝。拿到录用通知书那一刻，我蹲在首都的阳光下嚎啕大哭。我终于明白，人这一生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，所有那些埋头苦读的日子，那些在实验室里熬过的夜晚，那些拿着手术刀反复练习的时光，终于穿过漫长的黑夜，带着阳光与希望奔赴而来。2年后，我被破格提拔成为主任医师。这天，实习生拿着一份厚厚的简历进了我的办公室，他把简历递给我。苏主任，这个病人的病症很复杂，他是在他们当地的医院治疗2年后没有起色，才到我们医院来求医的。师姐说，病人家属几次请求由您亲自主导他的治疗，师姐让我问问您接不接这个病人。我低头看向病历上的名字徐美英，粗略看了一下病历。2年前，徐美英中风后再也没能好转，病情反反复复，日渐严重，好不了，死不掉，所以辗转到首都求医。我拿着病历起身，走吧，去看看病人。来到病房门口，看到周琦爸爸陪在徐美英床边，默默垂泪。看到我出现在病房门口，他惊了，快速起身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莹莹，你救救你阿姨吧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求你救救她吧。徐美英躺在病床上，歪头看向我，眼泪一滴滴地滴下来。我把周爸爸扶起来，简单询问病情后，合上病历本，对他们点点头。我接了，放心吧，后续要遵医嘱，配合治疗。走出病房，白发苍苍的陈教授就站在病房外等着我。他看着我，欣慰地点头微笑。我闭上双眼，认真感受自己的内心，平静无波，没有仇怨，只有对生活满盈的感恩。这一刻，终于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